如果你们家也有正在读小学的孩子，你可能也跟我一样，觉得小孩子怎么这么难教啊？每次遇到一点小困难，就急着找爸爸或妈妈帮忙，不愿意自己动脑筋解决问题。所以基本上，只要小孩在家里，爸妈就很难专心工作。不过最近我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方法，而且效果比我想象中还要好。我的孩子不但变得更有耐心，也开始愿意自己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亲子教养这个话题，顺便学习相关的中文词汇，并且练习你的中文听力。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你们家的小孩写作业的时候是自己写的吗？还是一定要爸爸或妈妈在旁边帮忙呢？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属于后者。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感到匪夷所思，搞不懂为什么。匪夷所思是指某件事情很奇怪，让人没办法想象或理解。因为我从小都是一个人写作业，我的父母很忙，从来没有人教我怎么写作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是我家的小孩却正好相反，只要作业里有看不懂的地方，就会马上找爸爸或妈妈帮忙，还一边喊着我看不懂，或是我没办法。一开始为了避免开天窗，我们都会尽力帮他完成作业。开天窗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的俗语，它有好几个意思。最常见的用法是指某件应该完成的任务没办法按时完成。比如 A 公司没办法在约定的期限内交货给客户，我们就可以说 A 公司开了天窗。但是一直这样教孩子写作业，会让他越来越依靠父母。而且如果小孩不能养成独立思考、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他长大以后要怎么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继续陪孩子写作业。直到有一天，我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If you don't know me yet, I've been teaching Mandarin for over 15 years. My goal is to help you become fluent in Mandarin. Welcome to join my free newsletter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to boost your Chinese fluency. Now, let's get back to immersion. 我们家小孩跟大部分的孩子一样，非常喜欢玩游戏。
每天把该写的作业写完以后，就会马上打开电脑玩游戏。我就想，既然他那么爱玩游戏，那不如让他玩一些好玩的益智游戏，一边玩一边自然而然地培养他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本来想让他玩 DOS 版本的波斯王子，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玩了这款游戏，才锻炼出很强的抗压性，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如果你对波斯王子有兴趣，一定要去听我讲波斯王子的那集节目哦。但是波斯王子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很难入门。于是我改让他玩百战小旅鼠，这是一款在90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益智游戏。红极一时就是在过去某个时期非常受欢迎的意思，可以用来形容事物，也可以形容人。结果我的方法真的见效了。为了让小旅鼠们平安抵达目的地，我的孩子开始学习独立思考，并试着自己解决问题，也不像以前那么快就放弃了。而且百战小旅鼠的一道关卡通常只有几分钟，不会让孩子过度沉迷游戏。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关卡，我也会跟他一起玩，或是一起思考过关的方法。让他玩了一阵子的百战小旅鼠以后，我观察到他写作业的时候找爸爸妈妈帮忙的频率不但变少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也越来越有耐心。看来透过好玩的游戏来教养孩子，真的比很多方法都有效。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 You can get the lesson transcript with Pinyin and Zhuyin, a Mandarin vocabulary database, and other study materials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Check out this playlist and keep learning with me. See you there!